族啊，他们不断的试射飞弹啦，或者是制造紧张情势啊，然后让大家看到北韩或者我们称之为朝鲜的存在。但是这一次呢，虽然大家都觉得说朝鲜半岛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发生任何的战争，但也没有人能够把它不当一回事，因为毕竟它的动作很大，不管是炸毁铁路啦，然后部队开到前线啦，然后或者是修线啦，然后直接呢说拒绝统一啦，然后呢把这个韩国就列为他的敌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讲的是大韩民国跟朝鲜，好，这两个必须要把它分开来，所以是韩国跟朝鲜。那这个整个的朝鲜半岛的情势，因为俄罗斯现在站在朝鲜的后面，全力的支持，而韩国的背后呢，美国则是面对了选举啊，所以它出现了很多的复杂的情势。我们究竟要如何的来看待？我们现在被迫要跟着金小胖来看情势了。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包括了姚浩明姚老师，大家好，有没有欢迎？还有郭正亮郭博士，欢迎。那我们就先从金小胖的动作开始说起啊，金正恩的动作开始说起。北韩呢，除了炸毁铁路之外啊，很重要的是还发动了修宪。他们修改宪法，然后开始呢不再讨论统一这件事情，拒绝统一，他们要完全独立，而且把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在台湾，我们其实还是习惯于称之为南韩、北韩，但事实上，我们也许更进一步的必须称之为朝鲜跟韩国。虽然我的改口速度很慢，可是呢，大家要理解，就是说，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更精确的知道他们现在的相对位置点啊。那么，这个朝鲜呢？我们很重要的金宇镇哈，他就提到说呢，这个因为现在他们看到了无人机渗透到平壤，虽然说是民用无人机，但是它能够穿越重重的军事关卡，然后到平壤，所以对于朝鲜来说，其实不是传单的问题，而是军事威胁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动作会如此大。他们认为呢，这几件事情呢，不是韩国军队能够做到的，而是美国要应负全责。所以呢，他们对准的目标还不准是韩国，很重要的是美国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面对着韩国面对着朝鲜炸铁路、修宪、部队开到前线等等所有的作为，那么韩国这边呢，就请了美国、日本，然后还有这一些荷兰啊，这一些欧洲的这一些同盟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然后呢一起组成了11国的多国制裁监督小组。其实之所以要成立多国制裁监督小组，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请联合国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联合国的安理会，俄罗斯一定会投下否决票。那么，中国大陆会投不投这个弃权或者否决，我们现在不清楚。可是至少，为什么说俄罗斯一定会投否决票呢？因为俄罗斯跟朝鲜呢，在去年6月呢，签订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条例，那么明确的将两边呢列为一个共同防御体系之后呢，像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哦，我们看到说，那么韩国这边就提到说，联合国短期之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回应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则是明确的表态说，与北韩的，就是与朝鲜的共同防御协议，意思很清楚，所以那一个强烈表达的态度是很强的。所以朝鲜半岛的情势，它不只是朝鲜跟韩国的动作，很重要的是美国以及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这个整个的大国在这个半岛当中所采取的一些态度，所以永明怎么看待？先说那个朝俄共同伙伴协议，也就是朝俄同盟，是今年是今年6月。对，今年6月。我经常用一个说法来比喻，我觉得美国、韩国、南韩、日本把北韩当作提款机啊，那什么提款机呢？也就是区域紧张啊，以及国内政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要制造区域紧张以及国内政治的这个移转的时候，北韩是最好的提款机啊。那北韩有核武，
北韩是一个大概对外相当程度还是比较封闭的啊。那台湾人其实可以去北韩去观光旅游，我有好多朋友都去过这样子。那我也见过一些北韩人。我们大概在2000年之后呢，在一些这个亚洲的安全论坛会议当中啊，那其实是有一些北韩人来。那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大概他们都来2个人，一个显然是党的啊，一个是这个学者。那党的那个都不讲话，那学者的呢发言我们都很惊讶，概念掌握清楚，英文流利，然后有3次都不同的学者，每个人都非常优秀，这让我想到，大概在1998年之后呢，我们在亚洲的这些安全论坛当中啊，开始接触到越南。你不要看现在的越南，那个是在20年前的时候，越南其实刚开放，大家会觉得说，哇，越南这个是不是了解我们这些安全概念啊，或者西方的这些说法，对不对？哇，他比你还熟悉，显然是有备而来。那你觉得朝鲜这些学者哦，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侃侃而谈，然后流利英文流利，然后概念清楚，他有没有顾忌呢？因为旁边你说可能有一个党的代表都不说话，你觉得他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完全没有顾忌？哦，真的哦。那个党代表不说话，可能是英文不太行而已。因为他们这个咖啡时间的时候，都会跟南韩的在交往，在谈那个愉快。我就问南韩人呢，他们怎么样？我说这跟你我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不要太低估北韩。但是呢，我讲提款机的意思就是，你看现在尹锡悦民调是多少？25是支持率。对，反对率71.6。对，然后呢，他基本上在国会是小党。然后他的太太虽然不起诉呢，可是这个媒体还是不断的批。那再加上就是跟美国跟日本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然后马上会面临到川普如果当选的话，然后你会看到他已经开出价码了，50亿美金啊，要韩国人付，因为韩国人很会赚钱，他们是赚钱机器，川普这么讲的，所以他会面临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怎么样？一个南北韩危机不就解决一切事情？这是基本上最好的提款机。所以你觉得朝鲜这一次的行动真的是被南韩刺激出来的？我觉得一定是因为那个无人机不可能会是民间这样搞。对呀，屡见不鲜。类似的事情，我们其实过去这20多年来太多次。但倒过来，朝鲜、北韩把南韩也当作出气包而且他就是美帝的代言人。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或者是大家不注意到他的时候呢，或者他有一个怎么样的需求的时候呢，是一个移转，也许他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引起区域的注意的时候，他就对南海开始采取很多动作。我有同学啊，我很多同学做很多高官，我有同学做过，现在是他这个尹锡悦统一部的部长，现在是Kim Yong Ho。那是你同学？就大学的同学，没研究所的同学。康达也是他。也是你同学。对，康达也是你同学，我记得。对。然后呢，之前在做就是另外前面那个就是统一部长也是我的朋友。到韩国去的时候，我们台湾跟韩国在政治上的互动其实是很低调的。对。那但是部长跟部长之间的会面是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尤其是在首尔。可是呢，就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告诉你，北韩这边会突然这个水坝会放水，因为它基本上其实河流是流过来的，然后呢会让一些人跑到，因为在就是说那个38度线那边呢，你隔着几个公里就会有一个关哨，那他就会不时就会有一些人就是过来然后呢河流上面会有一个大箱子箱子一接就这样就会爆炸。等等这类似的事情会引起就是这个注意，然后呢，北韩这边他也会做他的宣传，所以美国跟日本也把北韩、朝鲜当作一种提款机，要制造区域的紧张然后呢来去指责背后的真正的引武者，过去是中国，现在是俄罗斯大家都是这样讲，然后当然也同时强化合理化自己在这个区域的整个军事，尤其是日本存在的必要性，对，马上的这些预算都会加倍。但是南北韩的这个紧张情势会不会真的发生战争？也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也不要小看它发生冲突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它会不会被扩大？不至于。为什么？因为双方都有核子武器，双方都有核子武器。
所以到了那个临界点，就接近到可能会真的发生直接战争冲突的时候呢，那个后面的力量就会压制，就会劝服。然后呢，从头到尾，我认为北韩、朝鲜发展核子武器，只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自保。你想想看，小布希那个时候把它叫做邪恶轴心嘛，对，那个时候克林顿在1994年签署了框架协议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说我帮你盖电厂，那你要减少浓缩铀，可是呢，这个电厂就拖，那你看到北韩这边就觉得你其实根本就在骗我。对，美国倒过来也认为北韩在欺骗他，所以双方的那种互信非常的低那这个北韩的核武之路就走到必然性，因为当小布希讲出和邪恶轴心，那个是2001年的时候，所以北韩就花了这个5年的时间在2006年就做了第一次核子试爆，而到了2017年完成了一种最大规模的中子弹型的核子试爆，做了6次之后，你就看到他在这个飞弹技术上不断的想要突破，可是呢，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我想关键还是俄罗斯这个俄乌战争的关系，他取得了这些，所以他会比较一点信心满满。那现在我们担心他有一点就是接班的问题，因为金正恩的身体状况一直大家在质疑。可是你看他昨天还是去巡视军队啊，所以也表现出就是说其实还是在这个掌控中而不是他妹妹。因此，我是觉得还是要很谨慎啊。你提款机提到后来，其实搞到后来整个区域的紧张，这个都是很难预料的哈。但是呢，基本上韩国人就南韩人民啊，跟我们台湾一样，其实不断的被勒索也，但有完全无感。你看他的股市跟台湾一样啊，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大家就觉得说，除非有下一阶段的再进一步的冲突，否则的话，它又是跟过去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强度都在提升。好，所以郑亮这边呢，其实刚刚有明解释的很好，就提款机跟出气包。提款机呢是韩国自己内部，如果政治上面来看的话，他遇到了挫折的时候，我就试着搓一搓你朝鲜，然后让你朝鲜反力激烈了之后呢，韩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就被解决了。所以这边是提款机的概念。那美国这个地方呢，它需要这个地方有个地缘政治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这时候呢，它就可以把政治上面去转向，可能是朝鲜背后的北京政府，或者朝鲜背后的莫斯科政府。早期是针对的是这个中国大陆，那现在针对的是俄罗斯。所以这边的情势一直是在不断的被用政治的力量抽起来了之后，然后接着再把它给淡化，来制造政治上面的提款，不会擦枪走火吗？真的不会吗？不，尹锡悦这次就没有得逞啊，他民调还在下降啊。然后他的所属政党国民力量党的主席出来警告金正熙啊，说你以后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太太党主席就直接这样警告总统夫人，说叫总统夫人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说你会造成我们扣分。OK， 所以尹锡悦并没有他们的民情真强悍呐！不，就是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事实上，金正熙绝对不是只有什么买了什么达到 CD 啦，对啊，他可能还有牵涉到介入股市啦，还有其他收礼啦，就跟某国的夫人很像这样。所以我觉得韩国的执政党已经忍无可忍了，因为尹锡悦已经不能连任了嘛，那你不能害我们都选不上啊。因为眼看着下一次可能又要轮到左了啦，因为他们是左右在轮替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局完全都是尹锡悦个人激起来的，包括无人机也是你，那当然我也认为他是在转移焦点啦，可是他并没有得逞那我觉得金正恩感到火大，当然无人机是一个短期的导火线啦。可是他本来就会越来越强硬，因为今年6月俄罗斯跟他签那个几乎就是集体安全的啦。你觉得跟俄罗斯作为靠山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是，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韩国真的介入这个俄乌战争介入太深了啦，那这也是尹锡悦造成的啊。还有尹锡悦跑去跟美国搞那个同盟啊，那一副要把美国的核武引进韩国啊，这也是空前的，
以前朴槿惠也没搞这种事啊。那好像拜托啊，你就在我这边弄个核武保护伞吧。那美国后来是没同意，就说我好了，我核子潜艇3不5时来绕一绕。他连这样都好，所以这个人是没有国际政治的尝试到了极点啊。我说尹锡悦了，所以他是激怒了，我觉得是有史以来激怒，就北韩就是北朝鲜了，激怒到了相当的程度了。这个以前从未发生啊。那因为这个韩国又介入俄乌战争很深啊，他是真的提供30万炮弹啊，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也参与了经济制裁啊。那俄罗斯就觉得莫名其妙啊，说你介入那么深是要干嘛？我又没有要打你，那结果我们知道北韩实际上本来一开始他就全力要投入俄乌战争的样子嘛，那后来俄罗斯从北韩这边拿到的炮弹估计是超过100万。对，因为北韩啊别的不强，炮弹的能力是很强。其实两韩都很强啦，因为他们从韩战之后都一直在制造，所以因为他们是陆地接壤，所以对他们来讲，战争形态那个炮弹战争没有结束嘛，对，所以大家都在备战，所以他们累积量数可能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全世界没有这个地方这么多炮弹的了啊。那而且北韩最近已经被证实了 ，BBC 已经登出来了，已经在俄乌战场看到北韩的士兵，对，那估计至少超过1万人啊。那他是编入西伯利亚的部队，所以看起来就是亚洲人嘛，那所以北韩，而且你要知道，北韩那个对顿涅茨克啦、卢甘斯克独立，第一个承认的，然后并入俄罗斯也是第一个承认的，那这个小弟怎么那么好用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北韩有他的战略考虑了，因为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最近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要牢牢的抱住大哥啦，好不容易有个大哥可以抱了，而且大哥现在也比较弱，所以也很需要弟弟来挺我啊。其实他们有互补性啊，就是不然我难以想象啊，北韩怎么会在这2、3年来各种飞弹啊突飞猛进？其实精准度有提升呢。这个俄罗斯没有协助我难以想象啊，还有包括超高音速导弹，没错，怎么那么快，通通都做出来了？没错，没错。而且那个北朝鲜有一个好处啦，跟白俄罗斯是一样的，就是俄罗斯如果要放狗咬人，他自己不好干，因为他是大国，你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是他如果要叫北韩、叫叙利亚、叫白俄罗斯动一动，那他不是他干的啊，可是他在背后啊。阿亮，所以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都说应该会点到为止嘛，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摆场面就结束了。可是普京会不会有一个布局的考量是，反正利用你尹锡悦的无人机，我刚好让朝鲜半岛真的产生重大的事态的变化，然后让贺锦丽落选了。然后对贺锦丽落选，对啊，然后俄乌战争，美国就无暇去顾及，就是会多一个焦点，对，分散你的力量。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因为以前北朝鲜就直接射火箭炮打延坪岛啊，对，以前就干过啊，又不是没干过。对，我认为是有可能。因为朝鲜半岛有任何的状况，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他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他在背后都是制止的。可是普京没有这个诱因啊，普京是可以要求他扩大的。我跟你讲，事实上，你看中朝关系，它的矛盾是蛮明显的啦。第一个就是核武嘛，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是坚持朝鲜半岛要无核化，对，这一点跟美国是一样的。对，俄罗斯无所谓啊，对，因为距离莫斯科那么远，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北朝鲜是被联合国制裁的国家，是公开通过的。我讲的是经济制裁。对，没错。军事制裁已经到期了，可是经济制裁还在。我印象中是2017年嘛，那个时候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是弃权，并没有投否决票。对，因为那时候核弹议题刚出来嘛，那中国大陆因为要跟141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所以他对于联合国的经济制裁案，他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他都遵守。所以北朝鲜最近对中国的不满就是，你怎么那么遵守啊？那这个会影响到他的经济嘛？
所以我觉得他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像这种议题，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就是弃权，不好表态，可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的了，就是说俄罗斯他要进亚洲嘛，那谁是他的那个出手的棒子啊？很可能就是北朝鲜。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事态的发展，因为我认为他会乐于配合，帮俄罗斯来出手。OK 好，而且你要知道啊，金正恩跟川普见过2次面，他是乐于看到川普当选。现在全世界有3个紧张地区金正恩、普京跟内塔尼亚胡都希望川普当选。对，没错，就是这样。好，所以肖总怎么看这一次？如果尹锡悦想要借由南北韩的这个紧张情势来化解他内部的政治危机，目前看起来适得其反。那么刚刚其实郑亮有提到，我是觉得很好奇，说韩国内部没有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当朝鲜背后有一个俄罗斯，而俄罗斯跟北京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北京是相对谨慎的，可是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距离整个朝鲜半岛那么远，它是乐见朝鲜半岛出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尹锡悦还要去戳平壤的眼睛，这件事情是太特别的奇怪。可是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大家觉得他会点到为止，可是你也不能够不防说尹锡悦会狗急跳墙，或者金正恩采取什么样的举动，或者普京煽动什么样的举动啊？韩国是被狗咬过的。1988年的韩航客机飞进了俄罗斯的领空之后呢，俄罗斯就是活生生的把你打下来。那个就是让韩国知道，就是说我说到做到，即使你是民航机，即使我也知道你没有武装，可是叫你转向你不转向，就把你打下来。他是说动手就动手的，对，那是史上的最严重的空难之一。那韩国每一次当38度线两边紧张的时候呢，韩国也照例的都会放狠话，可是那个狠话就是没有人信啊，就是他没有威慑力，因为朝鲜在过去刚刚有明提到，他炮击过延坪岛，延坪岛是在南北韩中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他炮击过延坪岛，那你又能把它怎么样？他甚至偷袭过你天安舰，把你天安舰都打沉了，你又能怎么样？对，就是你叫你说要报复，那不管是李明博也好，或是谁也好，就是在过去，他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啊，被他咬了就被他咬了，你叫也没有用。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韩国认为统一的主动权在他的手里面，朝鲜是没有这本事的。那朝鲜跟韩国的关系就跟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一样，你想统一我是吧？那我就吃定你，因为你想统一我。那台湾知道呢，大陆想统一，那台湾呢就表现出一副呢，我不想跟你统一，那反正就不断的会摆出各种姿态。你想台湾两岸之间呢，台湾含两国论，两韩之间呢，朝鲜含两国论，那个道理都是一样，因为你想统我。想统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先把姿态呢就摆到主。韩国在军事的扩张的逻辑跟朝鲜是不一样的。韩国在这次的俄乌战争的积极参与，是因为它国内的军工产业起来了。它的军工产业是过去几年里面全球呢军工体系里面成长最快的国家。它过去2022年、23年这2年是从俄乌战争之后，韩国的军工出口暴涨了70%几。它现在大概是以前在军火市场里面没有含韩国的份哦，但是它现在的份额大概已经排得进了全球的前10名。那因为韩国本身，它在它的整个工业实力上面，你想它的大部分的产业都已经被大陆超越了，但是韩国的重工业基础是不错的，所以呢，它在寻求自我的安全感的时候，它发展了自己的军工产业。可是韩国有一个先天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它本身的市场非常小。对，韩国总共呢就5000万的人口嘛。他的部队大部分呢都还是用美式的装备嘛，
那韩国呢？最近你看，它的不管它的驱逐舰啊，它的战斗机，它出口很积极啊。因此它跟美国一样，它的军工产业需要战争来作为它展现的舞台。韩国是这几年在许多的什么航空展啊等等参与非常积极的一方。所以你觉得朝鲜半岛这一次的危机，除了尹锡悦的政治考量，还有军工产业的利益考量吗？韩国的军工产业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给你一个数字啊，去年2023韩国的军工出口135亿美元，那今年超过200亿。哇，成长好快！对，这是很惊人的数字啊！台湾跟美国买的军火90几亿美金都已经是非常吓人了。那因为这个，所以韩国对于呢乌克兰的那个琢磨，它不只是单纯是意识形态的，是它本身的产业的需要。就像美国呢，现在它在准备下一场战争，因为乌克兰看起来打不下去了。就是乌克兰现在是在一个被凌迟的过程，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对，然后呢，在中东呢，当伊朗导弹打完了之后呢，美国大概也知道不能打下去了，因为如果伊朗的导弹是可以30几发可以呢落在一个空军基地里面，美国就要开始认真的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饱和度的攻击，同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如果它的目标是我的航母。我的航母是不可能撑得住的，航母是会沉的，空军基地不会沉啊。但是呢，这些的导弹，你想30几发的导弹，美国说我中间已经帮忙拦截之后都还这么多，那如果说这些的导弹，美国过去觉得我航母100，大家都很怕。那是因为认为你的导弹呢威胁不了我。可是如果伊朗这波打完了之后，美国就必须要认真。美国为什么连萨德都送来了？那个萨德不见得只是保护以色列啊，也在保护他自己在那地方的航母，他的两支作战的部队，还有呢几个大型的基地。那些大型基地如果真的呢，伊朗或者任何一个你不知道胡塞等等，它的导弹的战斗部呢装药如果多一点，一发呢都是可以呢有毁灭性的。美国到中东也下不去了，可是美国的军工产业永远需要战争，下一场的战争呢，它就在亚洲找。从战略上面来讲，我们看到的其实好像是呢，尹锡悦呢在炸这个炸那个。老实讲，他把他境内的铁路炸了，那不是他自己的权利吗？金正恩啦，不是对了，尹锡悦。就金正恩把他自己的铁路炸了，不可以吗？反正那条铁路本来就不通了嘛。那你韩国只是凭空想象说那个铁路呢是我的任督二脉，是我通往了伟大的欧亚陆块，我要从釜山呢一路搭火车过北京，我要到伦敦。就是那2条铁路呢，让韩国对自己的未来长远的战略的位置有一个思考。我是个半岛国家，可是韩国现在跟台湾又一样了，台湾是个岛，韩国也是个岛。它在陆地上面无法连接了。台湾跟韩国其实在发展的模式上面都已经岛屿化了。台湾本身是个岛，韩国呢也发展成一个岛。那这个呢对韩国来讲当然有很大问题，所以主动呢也严格讲起来，固然中国作为个不结盟国家，中国是非常不乐见呢朝半岛的核武化的。他对于朝鲜当然如果他有选择的对象，朝鲜当然希望紧紧靠在中国身上，可是中国不让靠。我觉得中国不让靠这件事情呢，是中国今天的国际性格当中西方国家最难处理的部分，就是中国不结盟。不管你怎么去涂抹我跟俄罗斯的关系，涂抹我跟伊朗，涂抹我跟朝鲜，你觉得呢？我就是这些暗黑势力背后最大的支持者，证据呢？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啊，只有台湾对，只有台湾无条件的接受这种说法。对，所以可是你到了全世界，其实这种说法反而不被接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今天呢，西方的传媒、西方的政客呢，不断的在中国身上贴标签，可是每次一贴上去就贴不牢，就掉下来，贴上去就会掉下来。那中国的就在旁边看，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的邻国，可是中国到韩战之后，中国一直都没有呢介入到呢朝鲜的内部事务。你今天呢要说呢中国呢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不要说证据，逻辑在哪里？所以今天呢，韩国跟美国一定会去挑衅朝鲜，因为挑衅朝鲜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呢，想要看看中国的反应，就中国能不能沉得住气啊？
中国终究现在的朝半岛的稳定性对中国的稳定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稳定呢，美国一定是想要去破坏的。不要低估，就是说今天呢，在韩国境内的，就是说呢，驻韩的美军呢，大概是4万左右，可是指挥权在美国手上。当然，韩国的部队啦，总共80万的大军，指挥权是在美国的手上啊。要不要打不是韩国决定的，要不要打是美国决定的。美国在最近的这2年的时间，他已经呢把他的就军事同盟超过一遍了，他把北约超过一遍了，把中东超过一遍了。你认为他下一个超哪里？他当然要超日本跟韩国，这是他在亚洲最重要的2个同盟国。所以，如果从逻辑上面来讲，这2-3年的时间，他把他的同盟国都抄一遍，都上螺丝了。现在还没有上的就是朝半岛跟日本。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不要低估，下一场的冲突一定是在亚洲的。所以我们虽然觉得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并不希望在亚洲有任何的冲突台面化，但是大选后呢，看起来从台海又到了南海，现在南海吵不起来。似乎又要往北移，难道会在朝鲜半岛吗？因为当选的人很爱好和平好 ，OK， 我们先谢谢 Browfcan 001的斗内，然后米纳米谢谢你的斗内。他说，实际上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奥巴马他自己作为黑人，结果自己就发表了歧视黑人的言论，让民主党得罪了黑人。好，他说这个部分其实对于贺锦丽来说，现在影响还蛮大的。我刚刚看那个贺锦丽接受福斯访问嘛，下面的留言说贺锦丽是半个黑人。OK， 好，然后米纳米说再补充一个，现在美国内部的吹牛老爹事件越演越烈，有分析说是某个亲以色列犹太财团故意放出来，希望哈里斯就是贺锦丽落选的。美国总统大选啊，然后我们再一次补充一下，11月6号下午的1点到2点，我们其实有美国大选的这个特别节目。对的，好，我们到时候也会来好好谈一谈。我其实从今年的7月到现在，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们上个月的月底，介文记得我们4个人投票。对啊，大家都说都认为川普会当选。我从7月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哦。这样，我没有改变过哦，就是我就是认为川普是会当选的哦。你怎么那么瞧不起女性候选人？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好，刚刚提到了就是俄乌战争，其实这件事情也跟俄乌战争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泽伦斯基现在呢提出了他的胜利计划，他当然先到了美国一趟，提出了胜利计划。其实美国有一点点把它摆在抽屉里头，不再看它。那他就对整个欧盟啊提出来这个胜利计划，但是反应冷淡，其实就连北约也是反应冷淡。他的胜利计划很简单，就是你赶快让我加入北约，我们就会赢了。就简单来讲是这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北约跟欧盟的反应，其实都觉得可能整个情势是完全刚好相反的。好，拜登呢终于要去访问德国了。那当然，这里面跟俄乌战争、跟中东局势都有很大的关系。之前他访问德国的行程呢，是因为飓风的关系，所以延迟了。在访问德国之前呢，那么拜登跟泽伦斯基通了电话之后呢，承诺要给泽伦斯基呢在4亿美元的新军援。虽然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努力的要把这个军援跟胜利计划搭在一起，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拜登并不支持那个胜利计划，这才是这里头的核心。因为胜利计划里头是要让美国、英国、德国这些盟友放这个泽伦斯基，放乌克兰，把那个所有的武器打到俄罗斯领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限制，但美国从头到尾就是不同意哦。好，那么现在呢，乌克兰说呢，他们希望在拜登离开之前能够收到加入北约的邀请，但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很直接的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这样的计划。好，这边先请教一下永明，怎么去看待乌克兰的情势？不是他的胜利计划，其实是乌克兰的情势。胜利计划，它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哈。大概它是要求说让我使用长程飞弹啊，长程武器，那也没有得到同意。现在我们知道它的胜利计划的内容，第一点是要邀请或邀加入北约，第二个是取消外国援乌武器的使用限制，那就是长程武器。好，接下来你继续听。第3点是乌军持续在俄国本土活动。第4点是在乌克兰部署核武以外的战术核主力，那就是中程飞弹。
第5点是和美欧伙伴合作开采乌国的金属矿产资源。最后呢，他提到俄乌战争结束之后，让乌军接替目前驻欧的部分美军。各位，这个基本上是什么呢？这是卖国计划，这是乌克兰毁灭计划。如果这个真的是成型的话，现在当然不可能哈，它就不是乌克兰的，它叫做西波兰，你知道吗？也就是让我做西波兰，哈。那如果真的是在战争发生之前，美国这快军斩乱麻的事，就是这个整个把这些东西都做到，那个时候乌克兰搞不好真的变成西波兰。但是你现在的这个战争的情势，你剩下的乌西都不可能变成西波兰，而停火之后、停战之后的剩下的乌克兰，都不可能会变成任何一个胜利计划里面你会做得到的。所以他本来想要用矿产开采这件事情去吸引西方的这一些。他昨天还传一个新闻，他国有银行全部拿出来卖。对啊，他在拍卖他的国有，他已经是这就是卖国有嘛银行哦，对不对？而且基本上我已他把他经不愿意做，剩下来的所有的资产要全部拍卖掉了。就国有的。他没有钱了，所以他在求什么东西？都在拍卖。他现在人口剩下跟我们台湾一样的人口了，他在求什么？他求他自己的位置能够持续的做下去，就是泽连斯基，对不对？那自己不止单纯的卖国，就把这个国家给消灭，所以我把它叫你干脆做西波兰，你就不再是乌克兰。哦，那如果说你在战前的话，说不定你愿意这么做，美国还愿意配合，那这个俄罗斯可能这个因为还有所忌惮的这个忌讳的关系哈。但是呢，事实上当然不可能。所以当你提这个东西的时候，美国怎么看？北约组织怎么看？那我看到那个北约组织现在这个大使哈，她叫做 Julian Smith， 一个女性的大使哈，她也说我们目前没有邀请乌克兰啊，这是委婉的说法，就是她不会去接受这个胜利计划。那个大使她就是卢兰的女弟子，你知道，因为在奥巴马时期，卢兰就是现在已经退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那个卢兰 Victoria 这个卢兰，然后呢，她那个时候在做。就是美国驻这个北约的大使，而这个时候的史密斯呢，他是在国防部里面负责欧洲事务的这个等于是助理次长，一脉相承啊，一脉相承。橘色革命就他搞，也就是橘色革命是他搞的，所以尤其橘色革命更证明一个事情，就2014年的时候，对。橘色革命更证明一个事情哈，其实是什么呢？那美国其实不是太在乎意识形态的，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啊。就是不承认选举结果，硬是推翻了刚当选出来的这个乌克兰总统。不止如此，普丁在2000年99年上来之后，2000年选举，然后呢04年连任，对不对？那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98年，这个俄罗斯是加入到 G8 就8大工业国，所以在政治上面它是民主选举制度国家，在经济上面它是美国的伙伴关系俱乐部里面的成员，而美国还持续的推动颜色革命，然后呢，这是2004年、2010年的时候呢，米洛塞维奇再回来重新再选上之后，他再推动2014年的就是这整个把他给革命赶下台。所以从美国而言呢，他还不在乎你什么民主政治，我讲的是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的民主政治。他在乎的是俄罗斯那个5、6千枚的核武弹头对美国的国安威胁。他在乎的是地缘政治。对，就是这个东西。对，好，所以郑亮刚刚听起来就是乌克兰现在泽连斯基已经把乌克兰的所有剩下来的家当全部拿出来拍卖了，希望你们那就这样子，你们的所有的军队都来吧，你们所有的武器都来吧，你们就让我加入北约吧，用这样的方式来换取他的生存计划。但从这个国际反应来看的话，即便把所有家当拿出来了都没有用我现在那个前北约秘书长Stoltenberg， 对，他前一阵子接受《金融时报》访问你说退休前还是退休后？退休后，就最近嘛，就最近，不然他不能讲这么白。对，吕特已经上台了一阵子了。对，我觉得他讲那个话是他内部讨论过的大白话了他就说。北约的第5条集体安全那欧洲国家会怕嘛？因为你有领土争议，那动不动就要把大家卷进来那讲到这里，他就说，可是也有例外。Stoltenberg 他就说他说你看美国跟日本有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没有包括北方四岛，对不对？那也是日本认为是它的主权啊。然后还有他说当初但是有包含钓鱼台，不，那个是你后来才加的嘛。对那美国跟德国西德啦，也有保护的承诺，可是没有包括西柏林，所以他的意思，我觉得他隐隐约约已经讲出他的想法了。就领土换北约啦。不是全北约，对是局部的安全承诺。对，比如说它的局部啊，我认为很有可能就只有内伯河以西了。对啊，就是这样。可是这个案子还没有被人家提出来。因为你如果没有给乌克兰一定程度的安全承诺，没有人敢去和谈啊。因为你去右翼就说你是投降嘛，你根本没有退路啊，那你就会被暗杀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至少是局部的安全承诺。可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没有被保护的地带啊，那么哈尔科夫怎么办呢？之类的。可是那个就是后面的问题了。至少你保住基辅嘛，对不对？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路子在进行啊。我跟你讲，那个乌克兰的终局逐渐浮现那各种力量都在动我刚刚讲这个是指北约要怎么去适应乌克兰这个特殊的状况那另外一个是目前有一大堆犹太人移民到 Lvov， 就乌西乌西的最大的城市利沃夫。利沃夫本来就有很多犹太人，那事实上本来是波兰的城市我认为他们正在跟乌克兰谈一个意义的点子啦，所以你们要把土地卖给外国人，那我们愿意进来帮你解决财务问题。哇，犹太财团，那也会连上波兰波兰实际上这个提案早就提过了，因为乌克兰的土地不能卖给外国人。那事实上波兰非常想买因为那个土地本来是他的是二战被割出去的那波兰就说我进来了，然后我跟你做一定程度的安全承诺，我的部队也可以进来，我想只要进来他就不会走了啦。这多么像列强瓜分啊！然后波兰它虽然也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可是它的人均大概是15000美元乌克兰只有3000左右。对，现在。所以他的财团要进来买地是没有问题的。就真的变成西波兰了。就是他们这也不能说直接切出去了，也不是说叫你这个领土就割据给波兰。你有主权，但是上面的土地是我们的。对。然后他说我部队要进来，而且我的行政官也可以来跟你行政共享，我协助你管理那这个波兰也还没有答应。可是我跟你讲，这两个方案都浮现了。好，所以香龙对泽伦斯基来讲是拍卖家当，然后去换他在政治上面有一个下台阶。但是刚刚呢，郑亮所提到的是斯托滕伯格。事实上，前一阵子《金融时报》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opinion， 说领土换北约。所谓的领土换北约，就是你有部分的领土我完全不加入北约，那就是被俄罗斯占领了。然后呢，剩下来的领土可以加入北约。可是涅伯尔以东北约不愿意承诺就是这个领土嘛，就是这个部分的领土，这部分的领土我完全不管，然后剩下来的可以加入北约。就是《金融时报》冒出了这个想法，恐怕跟斯托滕伯格的推销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呢，犹太财团要去买乌克兰土地这件事情，是最近常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所以这几个方案跟泽伦斯基所提的卖家当进北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思维逻辑。看起来列强在乌克兰身上到底要瓜分多少的利益，现在反而是台面下正在积极进行的一个重点。乌克兰实质上面正在一个瓦解的过程，那个瓦解不管是基于军事行动的，或者在政治思考上面的，那个政治思考，我觉得大家看得出来，就是当乌克兰打不下去了之后呢，原来支撑他的这些的周围利益共生的这些的国家，对他的思考的方向就改变，就想想看怎么去瓜分这国家。这国家瓦解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分到一杯羹。那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其实就是配合美国选举的节奏嘛。
美国的选举，大家就看如果川普当选，那不用普丁说出手，川普会收拾啊。那因此大家就在等，就是在煎熬个两个多礼拜吧，反正2个多礼拜之后就知道了。但是周围的许多的这些朋友圈的思考都改变，现在有几个变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之前有媒体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和泽伦斯基是有可能见面。这是乌克兰的媒体这边放的话，就因为这个消息来源呢，就是说昙花一现。对，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说，那在什么时候？那有可能呢，就是接下去的 G20 的时候，就是 G20 会不会邀乌克兰去？那如果邀乌克兰邀泽伦斯基去，有没有这可能？那到底要中国做些什么？那时候已经选完了。对，那时候就已经选完。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泽伦斯基乌克兰本来想要开第2次的和平峰会嘛，敲锣打鼓的，可是这个和平峰会基本上都被拒绝了。那连上一次的主办国瑞士也没兴趣，瑞士不但没兴趣，瑞士甚至于呢还发了新闻稿说他觉得中国跟巴西的方案很好，但是呢，泽伦斯基把中国跟巴西凑满。对。那但是要开和平峰会的瑞士说那个方案是很好，所以对于泽伦斯基来讲，他现在其实找不到什么澳元可以让他呢在国际上面，他现在很孤单，就是他到哪里其实媒体也不太关心了，所以就没有那个声量，也没有那个国际的能见度。大家就觉得今天乌克兰已经是一个闷烧锅，连有关乌克兰战场当中的讨论呢，其实温度都大幅的降低，大家不感兴趣。那种的疲劳感，跟对于呢你到底生或者是死，基本上都知道大局不会改变，那就是看最后的结果如何。所以大家对乌克兰失去兴趣、失去耐心这件事情，对乌克兰的伤害呢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诺。英国告诉他说，风暴之影呢不可以打俄罗斯。美国说呢，所有呢你对我所提出来的要求选完再说，选完看情况吧。那德国呢，之前呢，泽伦斯基呢去看了，那根本就德国呢就完全的把这些所有你的提案，管你什么胜利方案的全部呢都搁置。你光看泽伦斯基提的他所谓的胜利方案，那个胜利方案近乎天方夜谭，一厢情愿，俨然他是欧洲的大哥的感觉。我光看他的最后所提的那一点，我听了都会觉得说，我如果是欧洲国家作何感想？我如果是德国、意大利作何感想？美军在欧洲驻防最多的几乎全部都在德国，90%的美军是在德国。为什么？他在控制德国。剩下的少部分呢，在意大利这些地方呢放一点点，然后你说呢，我乌克兰军队呢来帮你来取代美国，德国作何感想？我觉得你要知道美军的驻防对许多的北约国家来讲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一个军事同盟概念，对嘛？就是你有你美国人在这个地方嘛，你好歹得要认真点嘛。但是呢，如果是呢美军不在，乌克兰在，那我美国还管你去死呢？就要打就打吧。何况呢，就德国这样的国家还要把我的安全呢寄托于呢在战场上打败这样的乌克兰的军队，我就不知道泽伦斯基怎么想的。你是在把自己的军队当佣兵啊？对，你好像在羞辱德国，羞辱北约一样。好吧，那因为大家知道北约的运作呢是美国驻军在德国，德国再去驻军到其他的地方，美军是不会呢直接美军会进波兰，但是美军不会到波罗的海三角国去。可是波罗的海三角国的安全是我德国来，所以它是转包的方式，再怎么转包也包不到你乌克兰身上啊。所以乌克兰在提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基本上就只是在提一些天方夜谭的东西。至于呢，他这2天呢在做的事情呢，我有一些另类的想法。我认为他现在在做他的一个就是说资本处理，把他的这些呢执行的都拿出来呢，到跳蚤市场卖一卖的，表面上来讲是筹钱。可是其实这是西方资本感兴趣的东西，西方资本虎视眈眈的。对俄乌战争来讲，对西方资本最感兴趣的是战后
乌克兰要怎么样去吃它，要如何去烹调乌克兰，是西方之资本最感兴趣，要做成什么菜。所以呢，这些资本在现在价格很低的时候拿出来拍卖，是西方资本非常感兴趣的。他确实在讨好西方资本集团。对，那这些的资本进来对乌克兰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是当你西方的资本在乌克兰有资产摄入感越多的时候，他对战争的意见就更多。那这个呢，对乌克兰来讲，变相的多一重的安全保证了，就像有很多的企业宁可让一些的大企业来入股是一样的，就是增加我的安全感。那个资本的摄入是一种的增加我本身企业保障的方式。乌克兰是用这种方式在提升自己的安全感，尤其现在乌克兰反正价格很低嘛，所以呢，西方资本呢也会非常感兴趣。但你觉得会有成功的机会吗？会啊，因为我说在我觉得。以色列如果说对于乌克兰的土地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泽伦斯基爸爸妈妈不就住在以色列吗？那贝莱德应该很有兴趣。对啊，他爸爸妈妈就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土地掮客啊。那在他境内的就是说有犹太人，而且我问，在乌克兰境内的犹太人，还是呢犹太人里面的很保守的那一块啊，还不是世俗化的犹太人啊，是基本上面呢是比现在的以色列境内的那些保守派犹太更保守的，所以纯粹的纯种的犹太人还不见得在今天的以色列呢，还在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在现在的战后处理其实已经开始在启动了，就大家可以预期到，就像朔尔茨讲的，不管美国选举结果怎么样，这场战争2025年要结束。朔尔茨因为2026年为什么要结束？因为2026年9月，朔尔茨是不是还是德国总理都不知道了。对，因为明年9月是德国国会大选，他自己要选举啊，所以他在选举之前呢，就赶快把这东西要收场。所以现在俄乌战争当中要如何收场，感觉上面呢，现在俄罗斯在慢慢在凌迟，可是呢，主动权也不在乌克兰身上。现在乌克兰连要投降的资格都没有，就是看西方国家把利益分配好了之后呢，再把所有的处理方案摊在台面上面。把乌克兰的地图摊出来，会不会最后的结果，涅伯河以东就是俄罗斯的，涅伯河以西就是资本集团瓜分的？这个情况可能性是还蛮高的，大概就是这个味道吧，因为自然边界，自然边界。好，不过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就是呢，在东中的情势啊，还是要来稍微的了解一下。以色列说他们又击毙了一位哈马斯的领袖，拜登很开心的出来讲说，这真的是美好的一天。我不知道他这一句话都很开心啊。对。好，然后呢，美国也给了以色列，但是拜登其实对于加萨走廊还要不断的强调说，我有人道关注哦。他给了以色列最后通牒30天，这30天什么意思呢？刚好拖过美国总统大选，表示说我对你强硬，但是这个强硬最后会不会执行，反正选后了，已经跟选举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媒体 CNN 报道说，他们得到的情资，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要去攻击伊朗，然后报复伊朗。那么，而且时间点可能选在10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但是除了伊朗的情势之外，加萨的情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黎巴嫩的情势，而且黎巴嫩的情势看起来是以色列跟联合国之间的冲突，因为联黎部队现在呢不断的遭遇到以色列是蓄意的直接的攻击，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已经其实有一些损害的一个情况，就是包括了一些碉堡啦，一些情势上面的一些损害，所以联合国说这地方可能会成为灾难性的地区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欧洲是有点站不住了，所以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直接宣布说，他即将要访问黎巴嫩。所以你把以色列的几面作战当中，加萨是一块，伊朗是一块。伊朗我觉得他会轻轻放下，那加萨他还在加强的追紧。然后呢，黎巴嫩的情势现在可能是最出现变化的地方，要如何看待？我们都各1分钟。就是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领袖辛瓦尔，这个应该是确认他被就是这个炮击死亡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他的确是去年10月7号发动的那个军事领袖，在哈瓦尼被就是以色列
德黑兰暗杀之后呢，他也是政治上的领袖。那现在他死亡就代表这整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告一个段落？但完全不是。我们看到就是连内塔尼亚胡跟他的几个部长还有内阁里面成员说，战争会继续打下去。我讲的是加沙战争哦。那但是现在战争根本对以色列人已经完全转移到就是黎巴嫩去了。对，其实那才是重心。对伊朗的话呢，他大概觉得目前的重心是黎巴嫩，是黎南，是贝鲁特，是真主党。所以他已经放出话说，大概会报复，可能不会，但不会打核设施或者是石油设施。伊朗也在开始做一些回避的这个动作，所以可能会像是这个4月份一样啊，相互打一波。那不过呢，我觉得接下来重点就是在黎南，在黎巴嫩。那 PKO 就是维和持和平部队，就等于是这个站在第一线。40个国家说我们绝对不退啊，可是他们只有小武器，很难做真正的自保。那因此，我觉得意大利的这个总理梅罗尼去黎巴嫩，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正确的，好，就表示说，你觉得会有国际扩散的政治效应吗？很难，我跟你讲很难。可是呢，至少表示说，欧洲国家就觉得说，你至少在动这个 PKO 的这个身上，不要过于就是造成伤亡。中国大陆都有410人呢，在前天以色列一枚炸弹炸到这个它的相关的设施，造成它水管的破裂，可是距离那个房舍也不过是几公尺之远，所以如果不小心你造成 PKO 的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可能就会被迫的联合国会介入，但美国不会让联合国介入，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会继续扩大。那加沙这个情况哈，现在死了多少人？现在死亡了，来到了43165人，但是新瓦尔的死亡哈，只不过就是这个恐攻的报复结束，可是对于加沙的战争并不会停止。好，所以郑亮，其实以色列的这场战争，加沙的部分不会停止，伊朗的部分点到为止，但是黎巴嫩的部分其实才刚刚开始。不，以色列这场战争，你最好把它理解为第2次独立战争啊，它在领土扩张啊，真正的底气是这个了啊。那它的屯垦区的已经产生了极右政党啊，那他们已经结合了一些 Rabbi。说要搬进 Gaza City， 所以北加沙是一定要清空的啦。目前那边还有30万人。那以色列本来下了最后通牒，说过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发食物跟水。那拜登当然在选前不能看到你执行嘛，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缓一下了，因为他本来也没有说1个月就要执行完毕了，可是他一定会做了。所以选完了就一定会一定做，就是拜登也无可奈何。就是 Gaza City 变成犹太人屯垦者居住的地方，然后又比照约旦河西岸搞种族隔离治理了。对，要分成 A、B、C 3个区这样，然后在 Gaza City 外面就再搞一个缓冲区，他都是这样干的啦。黎南也是，那黎南他现在也是要把人家赶走，那已经赶走了20万人了。事实上，黎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他在抢水资源呐，那当然是因为那个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很少见的一块雨量充沛的地方，所以特别美丽。对，所以它以前叫小巴黎嘛啊，贝鲁特。那条河流啊，最长的那条亚达尼河啊，占了黎巴嫩30%的水源，所以以色列就是要打到那里了。那我认为这个也不可能放弃了。那你维和部队在，那我就绕过你嘛，我就不管你这样。希望把你赶走。事实上当然是了，他希望他走掉了。可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会就范吗？现在是40个国家一起来对。联合国部队没有交战能力了，对，他跟武警差不多而已。那问题是以色列真的要造成伤亡吗？联合国部队本来已经有印尼跟爱尔兰各有1个人受伤了嘛，他根本不管你了。那马克龙呢也是打空气啦。照理讲，黎巴嫩的本来的殖民母国是法国嘛，你法国你不然你派军队去啊，派重兵去，你敢吗？结果马克龙只在那边叫一下，说我们要反对，再继续提供以色列武器，你管得了美国吗？我说法国啦，所以你法国你自己做动作嘛，你派重兵进去嘛，那最后会变成联合国维和部队撤退吗？不会走啦，可是没有用嘛，他就绕过你嘛，因
因为它也不是整块黎南都是维和部队，就1万多人而已啊，对啊，对不对？那它是在分一些点啊，它不是整块啊，它就是聚集点人比较多的地方，一块一块清空，然后它的重兵就开始驻守。它一开始一定是一个先军事化占领的过程，然后渐渐的它的屯垦区的人再进来。北加沙就是这样嘛，就同一个模式了。好，所以这个是100%的领土扩张计划。而且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的时候，就有一些国父们认为那条河就是自然国界。好，所以香龙，现在以色列的这一个扩张也是要打到河跟海为止，加萨的部分是到海为止，然后黎巴嫩的部分是到河为止。像在联立部队尴尬的，就是说是美国啦、法国啦、英国这些国家，因为当初联立部队是在这3个国家力推的情况之下派驻的。虽然那是40几年前的事情，就知道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在当时呢，当时的苏联是投弃权票，中国是根本没有进场投票，跟现在的国际气氛是非常不一样。所以现在美国、法国这些国家来讲，就是这部队是你派的，当初的案子是你们推的，今天你要撤也讲不过去。所以面对以色列对联立部队的挑衅呢，这些国家就变得非常的尴尬。刚刚有名提到辛瓦尔，我也同意，就是说因为就算辛瓦尔被杀了，你想他接替哈尼亚也不过就是8月之后的事而已，到现在为止呢3个月的时间他被杀了，可是辛瓦尔对哈马斯的士气，我在观察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辛瓦尔是道地的加萨人，他是在加萨难民营里面长大的，他的成长经验跟我们都很像。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到，他用联合国的就是说提供他们的那个面粉袋的那个袋子，妈妈帮他们做衣服。他用面粉袋，我们小时候呢，我们都用过那个面粉袋做内裤。辛瓦尔是这样长大的，他在难民营里面长大，他是一个被以色列关过22年的人，他的青春都在以色列的牢里面待过的，因为他杀了2个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在以色列牢里面待过。到30岁的时候，30岁当他那时候他出来，他2011年出来了之后，2011年关出来了之后呢，他才结婚。那结婚生了3个小孩，他本来不想结婚的。大家问他说：“你为什么都不结婚？”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讲，男人不结婚很怪嘛。他就讲说呢：“我为什么要结婚呢？哈马斯呢是我太太，加萨是我的孩子，我就是属于哈马斯的。”他是一个哈马斯体系里面的武装斗争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不小心杀到辛瓦尔。今天不管是拜登或者以色列，绝对非常高兴，因为连以色列都已经讲了，如果那个是辛瓦尔，那真是捡到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辛瓦尔在那个地方，是不小心杀到的，好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对哈马斯后续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因为他确实是哈马斯里面经常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他第一次曝光的时候呢，就是在2018年，就是哈马斯呢对以色列的边境发动攻击的时候被拍到了，他呢指挥他冲啊，要杀进以色列。他从那个时候呢开始被注意到，他平常几乎是不曝光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在关注的就是包括伊朗、包括中东，因为美国选举还有2个多礼拜嘛，大家都说呢，以色列可能会配合呢美国的选举去帮着谁造势，会发动攻击，会不会打伊朗？伊朗在担心的倒不是美国大选，我认为中东国家或者伊朗最需要担心的是，当今年的金砖峰会在开的时候，中东的大国的领袖全部都过去了，中东的大国领袖都不在家哦。金砖峰会开会的时候，伊朗、沙特，然后阿联酋、埃及这几个中东大国领袖都不在家。伊朗在那时候要动手是有潜力的，就像纳坦雅胡呢到联合国呢一边讲话的时候呢，一边呢就动手了。所以他很可能又干这种事。你以为呢应该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动手。那是下礼拜。所以我觉得下礼拜是高度值得关注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
他们也在关注。美国关注是今年的金砖呢，对于去美元化会不会有一个明确方案？因为看起来俄罗斯推得很积极，而以色列在关注的是中东的这些大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参加金砖，他们会如何去谈中东？这个大概是以色列会关心的，所以下个礼拜我觉得就很值得看。好，所以再一次的预告，就金砖峰会呢，这一次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面向是可以去观察的，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追踪。要非常谢谢 TT 的抖内，然后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风向龙凤配，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雅虎。雅虎。